任何这种带有主观性的量表，都仅仅只是给你参考而已，并不是你的诊断通知书，更不是你的病危通知书啊！不要拿着一个 INFP 就觉得自己不健康了，大哥。市面上的 MBTI 或者16人格测试量表，其实基本就是4大种类，最主要的2个种类是破选题和程度题，而比较新颖的2类是比重题和词语联想。这期我们来理一理不同类型的题目分别都有什么优点和风险，做题的时候又可以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来提高准确度，而它们分别又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注意啊，咱们讨论的是题目类型之间的差异，不是具体某一个网站的题目内容如何。那有请我们的1号嘉宾，破选题。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在具备对立性的2个选项中，你被迫的一定要从中选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选择。这其实是 MBTI 创始机构使用的题型。这里的英语例子来自于旧版官方的题目。如果你购买请理解我或者天生不同附赠的题目就是这个类型。如果你学校的职业规划课或者单位 HR 有用 MBTI 这个工具，那大概率也是这种题型。这个题型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充分呼应了 MBTI 理论本身强调的心理对立性，也就是人拥有有限的心理能量，而它流向一个方向的时候，就自然的远离了另一个方向。比如当一个人更倾向于根据逻辑事实做决策这个方向，那就会更远离倾向于通过情感价值做决策这个方向。那这个题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提问一般都是比较简单或者情境化的，让人在第一时间可以大致理解题目的含义，结合生活去做出选择，不太需要一个人去思考很久，或者做特别深入的自我觉察。但是这2个优点呢，也带来了它相应的风险。在人格类型的理论中，心理对立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那是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倾向。世界上哪有人真的在自然的无压力的状态下？这么说吧，比如你天性喜欢自由，但是爸爸妈妈总是唠叨你，要规规矩矩做人，万万不可做出头鸟。这可能会让你在生活中面对规则的时候，不再以天性中的倾向去选择，而习惯于经过一层童年爸妈教导的加工。而心理学上呢，也有一个通用的概念，叫做 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失调。说的通俗一点，当你反复做出违背你认知倾向的行为的时候，你是有可能会 PUA 自己的，告诉自己其实这样也不错嘛，我也能接受。更何况特别具体的情境化的提问更容易撞到后天习惯的枪口上。就拿出门举例子，中国式的父母相对更加事无巨细一些，哪怕一个人本身喜欢做安排，但是实际上从小爸妈可能都帮忙安排好了，他自然会觉得我出去玩只要跟着，也不用我自己做计划呀。那这题我应该选什么呢？我到底是说走就走，还是认真的计划实践呢？那我们该怎么做这类题呢？首先如果你要带入情境，推荐你带入的是你放学或者下班后相对放松的情境，不要带入学习工作中，除非你是老板，而且你的公司不用担心客户爸爸。如果实在题目问的内容就是涉及到完成任务或者工作学习的，那你要做的是想象这个情境也好，选择也好，会持续你的一生，会长期如此，而不仅仅是某些情况下的特例。不是你目前更想要有节奏的工作，或者更想要做灵活的工作，而是如果你要做一辈子的话，你更喜欢哪个？第三，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小诀窍，当你特别难以2选1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给每个选项分别想出它们的优缺点。比如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更内敛被动的人，还是一个更活泼主动的人，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看一下综合起来你哪个更能接受，哪个更喜欢。比如内敛被动可能社交机会少，而活泼主动可能被人嫌烦。我看看，我还是宁可没有什么朋友吧，这样你的选择就出来了。这类题型可以说是最适合没怎么接触过 MBTI 理论的人。事实上，在官方测评解读的流程中啊，也是把对理论的解读放到最后一步的，避免让人因为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影响了自己的选择。哪怕一个人要重新测试这个量表，一般也不建议短期内重测。短期重测，在这样相对简单具体的题目设计下，你最后选出来的结果会夹杂大量的自我暗示和生活中实际后天养成的习惯的展示。当当当当，现在有请第二位嘉宾，程度题。顾名思义，就是让你选择程度的题目，一般是给你一个关于行为或者心理活动的频率描述，让你选你同意的程度。这其实是大部分国际权威量表的题型。如果你做过医院的量表，大部分都是这个题型，比如 SDS 抑郁自评表之类的。当然，我由衷的希望所有看视频的人不用去做它们。那广为流传的 Sixteen Personality 四色小人的网站，主推的就是这个题型。有一些网站呢会出那种选出最符合你描述的多选题，其实和程度题的优缺点异曲同工，我们就不额外分开讲了。程度题最大的优点是它有中立这个选项，它某种意义上允许你可以去跳过你不太理解或者倾向性不清晰的问题，比如你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经常交新朋友，就可以选择中立，直到你看到有的描述真的特别击中你，亦或是特别不符合你，你再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这也让答题者不至于在明明摇摆不定的情况下被迫选了其中之一，最后对结果反而造成了比选择中立更加严重的偏差。同时，这种正向程度的选择类似于一个描述，你看你要不要，这其实特别节约认知资源，让一个人可以留下足够的精力去聚焦在单独一个描述上，而不需要同时把两个描述放在脑海中的天平里去衡量。而这个题型的风险和它的优点是息息相关的。它题目的描述通常都是我经常或者我能够如何如何，但是每个人甚至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频率和能力的理解可以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在人格类型的理论中，有的时候我们不偏好的心理过程，我们的劣势功能我们稍微用一用，可能就会感觉自己已经很用力了，又会因为我们避免去做跟这个心理过程相关的事情，我们对于我们到底能不能胜任相关的一些能力，通常我们不是很能够客观的评价的。比如这题常常反思自己的善良温和是否发自内心，并且总得到肯定的答案。很可能一个人曾经不怎么反思，但是长大以后开始意识到这很重要，于是开始有意识的做，每周都留时间往着这个方向反思。那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肯定立刻就选这不就是我在做的事儿吗？我非常同意。但实际上，对于本身偏好这个心理过程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一天不知不觉间就会反思几次，甚至几十次。但是做题的人并没有一个对比的话，他们并不能够明白怎么样算是相对客观的经常。如果是你让他二选一，你经常花时间在完成任务上，还是反思自己的善良上，那可能这个人更容易选择完成任务。这就是对比的一个好处。那我们该怎么做这类题型可以最大化它的价值呢？首先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很确定自己经常做，而且感觉有能力去做的行为或者心理活动。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你的上限，
再去看每个描述中到底自己算不算得上是经常，到底自己算不算是总是能够这样。同样的道理，不只是可以用来找到上限的标准，也可以用来找到下限就是去找你最不会做也觉得自己最不能做的事情当做参考标准。其次，这和前面的破选题不一样，在这种程度题我们可以带入的情境最好是你从曾经到现在的情境，你一直以来到现在总的来说都经常交新朋友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程度题里面你选一个的时候不需要失去另一个答案，你并没有放弃另一个答案，所以如果你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那当然什么我最好都要有，什么我都可以要。像反思自己的善良，我可能本身不做这事儿，但我看这句话说的，我感觉我也可以做或者我感觉我之前好像有一些东西行为跟这个很像，我之后是不是其实就在走在这个方向上呢？我想象一下，如果我做的话，我估计可以经常做的。因为这种正面的陈述本身就带有轻微的暗示性。你听人家催眠说，你现在很累了，我数到3你就睡着了，这些都是正面的陈述句。不会有催眠的时候跟你说，你现在很累了，你喜欢香蕉还是橘子这类题型可以说更适合对 MBTI 有基本了解的人，就是至少你大致知道 MBTI 是一个关于偏好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你才不会以纯粹的实际频率或者能力去理解题目，否则题目要是描述的是你经常留意事物的细节，然后你去问一群在学写实话的学生们，可以预见他们同意的频率会非常高，但这就并不是源于他们本身的偏好，源于我们想测的 MBTI 的类型了。当当当当，有请第3位嘉宾，比重题。顾名思义，有点像给你固定数量的筹码，让你自己尽可能的分配到2个描述上去。这是蛮新的答题模式，有点像是前2种题型的混合，试图像破选题那样强调出心理对立性，同时也继承程度题的优点，给人自由程度的选择，不至于只能2选1。先说说优点吧，比重题允许答题者比较直观的给2个对立的选择去分配自己认同的程度，这个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在回答破选题时那种摇摆不定但是不得不2选1的情况。因为在比重中，你可以通过拉远或者拉近2个选项之间的分数差距来去契合靠近你实际上感觉符合的情况。但是同时，因为这2个选项你多分配给其中一个，就意味着少分配给了另一个，它仍然保留了人格类型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心理对立性。这样的题型就意味着在具备对立性的2个心理过程中你更难出现2者得分都非常高的情况。平均的选择只会让你2者得分都比较平均，比较中庸，从而突出那些你明显偏好的心理过程。这点是比较符合人格类型理论中的8功能模型的。比重题的优点非常的明显，就是集合前2种的优点于一身，那也因此多了一个前2种都没有的风险，那就是认知资源的消耗剧烈脑细胞死很多，真的每一题你都需要认真的去思考、理解、分配。秒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除非你在瞎选。像每一题都是对你自己非常深入的一种自我审查。你看这题，当朋友犯错，你去替他合理化，然后达成共识，还是指出错误，然后达成共识？当然，我是简略的说的，实际上这2个选项的描述措辞都非常的重要。虽然答题者可以去分配比重，但是精力的消耗是真的不小，感觉和那种特别简单又生活化的题目所追求的截然相反，走的就是一个深度的路线。
特别是你看他题这两个选择的后半句都是去达成共识。你如果完整要理解它的差异的话，真的需要细细的品味对比措辞之间的区别。虽然这两个选项确确实实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毕竟如果好朋友犯错，正常人都是会试图去理解对方的，只是可能走的路不同罢了。但是你要是能反复做这个系列的题目好多次，我敬你是个神仙。那这个种类的题目该怎么去做比较好呢？我最大的建议是找个安静的地方，比较连贯的去做。虽然其实所有 MBTI 类的题目都应该这么做，但是比重题这个类型，你要较真的去好好分配每个选项的分数的话，会更加需要能够专心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建议是，如果有选项的描述你看了没感觉能看明白，而另一个你看了觉得看明白了，那你其实可以考虑给你看明白的那个选项多分配一点分数。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理解速度上。这类题型特别适合对自我探索有强烈兴趣，或者对 MBTI 有强烈兴趣的人去做，因为时间成本摆在那里。如果你只想轻松快速的得到一个参考，比重题目的复杂度有点太高了。当然，如果你想拿去折磨你的朋友，看看精疲力尽，已经没有精力去维持人设或者幻想的他，最后答出来了一个什么类型，那也请便。不过对 MBTI 爱好者而言，我会说这类题目你做题的本身都是借着理论走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尤其是这种每题需要你思量再三的题型。当当当当，有请我们第4位新锐嘉宾词语联想。我这个超有创意的，你根据看到的词，在规定的时间写下你想到的第一个词，输入进去。这还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荣格本身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都会用词语联想来挖掘一个人的情节之类的。那这个优点就不用说了，基本不会存在说你误解题目，除非你没看懂这个单词那因为题目本身没有任何的话语要你去理解，你就把脑子里看到那个词出现的另一个词打上去就行了。而且它是一个很开放的答题过程，整个过程甚至具备一定的艺术创作性，有点像你在做一场大型的看词造句、看词绘画。要说风险呢，也明显的不得了这种联想方式的随机性太大了。我早上吃了鸡蛋，很可能它就会出现在我想到的词汇里。最重要的是，它，不行，我不能剧透那样搞不好反而就是给你们想要去尝试的人带来一些偏见。好不容易有这样比较新的题目类型，大家可以先体验一下比较好。非说适合对象的话，英语比较流利的小伙伴有福了。如果你英语不好，请找一个英语很好的人来给你翻译一下。我不确定翻译软件会不会翻译得非常奇怪肯定是会影响一定的结果的。之后我重新开始直播，说不定可以直播帮大家做做题，给大家翻译一下。说了这么多，任何这种带有主观性的量表，都仅仅只是给你参考而已，并不是你的诊断通知书，更不是你的病危通知书不要拿着一个 INFP 就觉得自己不健康了，大哥。梗图有趣，16人格的小人很可爱，但是你要是因此就有勇气去隔着山海就判断他人，那 MBTI 只不过就是你获得优越感的借口罢了。MBTI 类型归根结底是根据理论总结出了人的16种大体的模式。善于社交的 INTP， 经常跳伞的 ISFJ， 半夜哭哭的 ENTJ， 总是思考宇宙人生的 ISFP， 都大有人在。永远不要忽略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正如我们应该正视每个人天生的差异性。